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回还。这是中国自古流传到今天的乐曲《易水寒》中的词句。这是一首为勇士壮行的乐曲，惊天地泣鬼神，向人们讲述着一个勇士的故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川讲成语，学习中国成语，掌握汉语精华，了解中国历史，领略中国文化。本期节目我给大家介绍的成语是图穷匕现。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则成语的意思。图穷匕现中的图指的是地图、图纸，穷指的是到了尽头，匕就是匕首的意思。这则成语比喻的是事情发展到了最后，真相或本来的目的最终被显露了出来。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对图穷匕现这则成语非常的熟悉。这则成语出自一个充满着悲壮色彩、最具传奇情节的典故。在记述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战国时期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的《战国策》，和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刺客列传》这两部中国历史十分重要的史学著作中，都记载了图穷匕现的故事。故事发生在2200多年前的战国末年。战国这个时期，我在以前的节目中为大家介绍过，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统一，有很多大小不一、实力不一的诸侯国组成。这些诸侯国彼此连绵征战，都梦想做统一天下的主人。在经过几百年的战争，在这些诸侯国中，最终形成了7个实力最强的自治国，他们是秦国、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七雄。其中秦国又是当时战国七雄中最强者。秦国位于中国今天的陕西省。随着秦国国力在战国后期的不断强大，也加快了蚕食和侵略其他国家的步伐。公元前228年，秦国向北进犯，征服了韩国和赵国，又马上要进军赵国的邻居燕国。燕国的疆域大约包括今天中国河北省的北部和山西省东北的一块地区。秦国大军压境，燕国遭受了严重的威胁，面临国破家亡的灭顶之灾。在双方军事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抵御强国的威胁，转危为安？燕国的太子名字叫丹，他苦思冥想抵御秦国的计策，思来想去，决定派人到秦国去刺杀秦国的国王。如果刺杀了秦国的国王，也就打乱了秦国攻击燕国的战略，保住了燕国的安全。于是太子丹选择了当时天下闻名的职业杀手荆轲作为刺客，前去秦国刺杀秦王。荆轲也是个具有侠肝义胆的人，他又擅长剑术，他对秦国到处侵略别的国家充满了仇恨。于是他抱着为国献身、刺杀秦王以解亡国威胁的决心，接受了这个有去无回的使命。为了使荆轲能接近秦王，得到秦王的信任，太子丹特地为荆轲准备了2样秦王特别想获得的东西。一是秦国叛逃到燕国的将领，一个叫樊於期的头颅；二是燕国都抗地区，都抗也就是今天河北涿县东的地图，表示燕国愿意把这块地方献给秦国，从而表示对秦国的臣服。荆轲
把这两样东西分别的放在两个匣子里面，又把行刺秦王嬴政的匕首藏在卷着的地图的最里面。荆轲临行时，太子丹和荆轲的好友著名的乐师高渐离，他们身穿丧服，将荆轲送到了易水河边。高渐离专门为他弹奏了著名的乐曲《易水寒》，为荆轲送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回还。悲壮的乐曲在天地间回响，荆轲大义凛然，身兼重任，辞别了故国，辞别了亲人，从容地走上了为国捐躯的不归之路。当秦王得知燕国派人来献两样他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心里非常高兴，认为燕国对自己真的是惧怕臣服了。就在都城咸阳宫内接见了荆轲。荆轲先捧着装有樊於期头颅的匣子献给秦王，秦王十分满意，更加放松了警惕。接着按秦王的要求，荆轲将装有地图的匣子又献给秦王，并且当场打开。他不慌不忙地取出地图，双手献给秦王。秦王慢慢地展开卷着的地图，贪婪地细细地观看。就在地图快要展到尽头的时候，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显现在秦王的面前。说是迟，那是快，荆轲见匕首已经显露，迅速地用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拿起匕首便向秦王刺去。而这秦王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急忙闪开身子，躲开了荆轲的第一击。接着秦王又想拔出宝剑来自卫，但是秦王的剑太长，慌乱之中一时居然拔不出来。于是秦王和荆轲两人绕着宫殿的柱子，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就在这紧张时刻，秦王的卫士也冲了上来。这时秦王也借荆轲躲避卫士围攻的机会，终于拔出了他的剑，一剑砍伤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倒在地上，仍然将匕首又投向秦王，结果又被秦王闪开。这时卫士终于冲了上来，将荆轲杀死。秦王虽然受到惊吓，但是还是躲过了这一劫。这位大难不死的秦王，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嬴政。秦王嬴政经历了这次刺杀事件之后，没有放慢扩张的脚步，反而更加加快了他统一中国的行动。最终秦王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数百年王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秦朝。秦国统一中国，历史的功绩自有后人评说，而勇士荆轲为国捐躯的英雄壮举也是千古流传。荆轲刺秦王的典故后来也就演绎成了为人熟知的成语图穷匕见。这则成语后来用来形容比喻有些事情发展到最后，真相或目的犹如荆轲刺杀秦王的那只匕首一样显现出来。谢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